你知道吗？距离 iPhone 17 Pro 发表会还有整整2周，结果苹果自己呢就把它的新手机就给爆料了。前阵子呢，有一个路人居然就拍到了一个疑似苹果工程师在测试手机的拍照功能嘛。然后呢，一台看起来就是 iPhone 16 Pro Max， 然后只是把那个 logo 呢给盖住了。但是另一台呢，设计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有那个厚厚的伪装了，但是明显是可以看到镜头的部分呢变成了横贯机身的一条相机岛。这种自家的员工在外头被抓包的操作呢，在苹果这边呢还真是头一回。那这也就间接的证明了，看来之前很多的爆料呢，看来都是真的。所以今天彼得森就帮大家整理了 iPhone 17 Pro 系列的10大看点，让你在这个发表会之前呢，就对它有一个最全面的了解。消息的来源呢，都是最可靠的苹果爆料的专家，像是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还有就是分析师郭明奇等等吧。爆料的内容呢，包括更强的 A19 Pro 晶片、更大的记忆体，还有就是全新的散热系统了。拿来打游戏呢，那这种爽度呢，肯定会直线上升的。那既然说到了打游戏嘛，彼得森就跟大家再多聊2句吧。大家最近都在玩什么游戏呢？最近彼得森就玩到一款很特别的游戏了，而且画面很精致，角色的设计呢也是很用心的。他们现在竟然和派拉蒙影业合作，小时候的英雄忍者龟呢，现在就直接出现在游戏上面了。现在你就可以带上里奥纳多、多纳泰罗、拉斐尔还有米开朗基罗去打大反派施莱德了。当然还有女主角艾普利尔，这真的就是让我1秒钟就回到童年了。现在就像是打开电视机在看忍者龟一样，但是呢画面呢更精致了。这次呢我可以带着他们去挑战各式各样的对手了。这款游戏就是突袭暗影传说，现在就登录游戏，连续7天登录呢就直接送你传说英雄忍者龟米开朗基罗。点击下方的链接，或者就是扫描这边这个 QR code 吧，来下载游戏呢，就再送你3个新手的福利。第一，开局就送你一个新手大礼包，并且包括史诗英雄泰瑞。第二，等升到15级之后呢，还能再领1次新手礼包。当然了，就再送你另一个史诗英雄德拉斯教母。第三，只要输入相对应的优惠码，就能从5位传说英雄当中呢，再选取1位，分别就是绿松护卫鲁亚克、臭胡子索林、流浪者爱丽丝、图汉纳克拉，还有就是孙悟空了。那我最推荐的肯定就是这个孙悟空了，他能够抢走敌人的增益，攻击的时候呢还能够无视一半的防御。最无赖的就是他会72变嘛，死了以后还能原地复活。现在你已经有2个传说英雄了，堪称一个完美的开局，顺的就让你挑战新的关卡跟竞技场。新手呢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游戏呢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能够通过这个装备和队伍的搭配吧，然后常常就能够靠这个策略呢来以小博大，就超有成就感的。这款游戏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呢都有超高的评价的，支援手机、iPad 和 PC 的跨平台游玩。我在游戏中的名称是彼得森本森，赶快扫描一下2维码，并且登录游戏之后呢，再输入促销码 Monkey King 获取孙悟空之后呢，和我在竞技场一较高下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彼得森的频道。今年的第1大看点呢，也是大家讨论度最高的，那就是 iPhone 17 Pro 的新的外观设计了。海东证券的分析师 Jeff Poole 他说了，这个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 呢，要从这个钛金属换回铝合金了。对，你没听错，是铝合金，变成了和那个 iPhone 17标准版一样的材质了。那这个不就是降级了吗？之前不论是用不锈钢还是用钛金属吧，都是这个 Pro 系列的一个尊贵的象征嘛。那怎么现在就直接缩水了呢？但是我仔细想了一想，如果苹果这么做的话呢，肯定呢还是有它的道理在的。第一，就是相同的体积下呢，铝合金呢会来得更轻，符合现在就是人人都在探讨如何减重的这个问题嘛，对吧？那第二，也就是更重要的呢，就是散热的部分了。一说到这个 iPhone 的散热，那大家心里啊就都有数了嘛。钛金属虽然够硬，但是呢，它这个导热呢不是它的强项了。换回导热性能更好的这个铝合金呢，对于这个 A19 Pro 晶片的发挥呢，绝对是一个更好的消息。所以苹果如果这么做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牺牲一点这个材质上的这个名声吧，然后呢去换来一个更轻和散热呢这2个大的提升。除了材质之外呢，今年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会有一个一体成型的新的设计。
那到底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过去的 iPhone 呢都是一个三明治式的设计嘛，就是荧幕是前边，然后中间有手机的中框，背后是一整块玻璃，然后给它就夹在一起了。但最新的这个证据都表明呢，今年会不太一样了，手机的中框和背板呢会是同一块金属制成的，不再用就是一整块玻璃作为背板了。那第一个证据呢，就是那张生产线上的那个零件的照片了，一看呢就不是一个渲染图，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金属壳，中框呢和背板是连在一起的，只有在相机和无线充电的那个地方呢就开了几个洞。然后呢，更有意思的就来了，这2天网上呢又爆出了一张图，据说是一只摔坏了的 iPhone 17 Pro。你看呢，就是它只有在无线充电的那个地方的那块玻璃呢摔碎了，但是整个的边框啊，甚至是一体成型的那个相机的区域啊，一点事情都没有。那这个呢就很清楚了，就是只有无线充电的那个区域呢是一块玻璃，但是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整块的铝合金。看来苹果今年的思路呢就不只是换个外观那么的简单了，而是想从根本上解决手机太重、散热不好、不耐摔这几个问题。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这个 iPhone 17 Pro 系列吧，也许呢就是我最近呢最敢裸机使用的一代 iPhone 了。好，聊完了外观设计，第二个看点呢，我们来聊聊颜色吧。老实说啊，就是过去2年这个 iPhone Pro 系列的颜色呀，是不是就觉得挺无聊的？不是黑白，就是什么钛金属原色这种颜色，就少了一点让人一看就想喊哇靠，就是那种颜色。但今年呢，就是根据分析师郭明奇的消息吧，苹果好像要准备玩点花的了。传闻呢会有一口气推出5种新的颜色，除了大家熟悉的基本款黑白、钛灰、深蓝之外呢，最关键的就是会新增一个非常抢眼的橘色或者是同色。那这个颜色呢，我跟你说呀，绝对就是今年的这个社交通行证了。你就拿着这个手机，走进咖啡厅，你什么都不用说，大家一看呢就知道，这家伙用的是最新款的 iPhone 17 Pro。不过呢，我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就是想要冲首发新颜色的这个朋友吧。那这种很潮的颜色呢，通常就是新鲜感一过去之后啊，二手市场的保值度呢，可能就没有黑白啊来的那么稳了。像之前的那个绿色呀，还有就是什么紫色啊，刚出来的时候呢，确实就是很炫了，很吸睛。但是过了1年之后呢，最抢手的永远都是黑白这种基本颜色。但是呢，这还没完，因为除了这5种颜色之外呢，也许还有一个隐藏版的新颜色的传闻。据说苹果呢还准备了一款神秘的炫彩配色。平时呢看起来啊就是一个银色的手机，但是在不同的光线下呢，就会折射出就是像彩虹一样的那个七彩的光泽。那如果真的有这种颜色的话，苹果会怎么来玩呢？是把它当做首发时候的一个 One More Thing 一口气来推出呢，还是就等到明年的3月，等到大家这个钱包又有点松了的时候呢，再放出来，然后就再卖一波嘛？那大家最喜欢今年的哪个新颜色呢？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第3个看点呢，我们就把手机翻到后面，然后呢看看那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那个相机模组的区域了。从 iPhone 11 Pro 开始呢，那个3眼怪的设计啊，到现在已经都用了6年了嘛。那大家就有没有觉得这个就实在是有点让人觉得看腻了？难怪就是苹果一直被大家吐槽是挤牙膏嘛，对吧？不过今年呢就不太一样了，苹果会直接设计一个横贯机身的一个相机岛，它的样子呢就有点像那个 Google Pixel 的设计呢，但是又不太一样，比 Pixel 呢会来得更宽一些。而且因为就是为了空间摄影的需求嘛，那主镜头和那个超广角呢仍然是一个上下排列的，然后右边那个镜头呢是一个长焦镜头。不过 LiDAR 和闪光灯呢就乖乖的通通移到了机身的最右边去了。那这个设计呢就不只是为了好看了，它有一个隐藏的好处，就是根据一些供应链的消息吧，苹果这次呢就把这个 iPhone 的天线呢就整合到了这个相机岛的边缘那个地方了。过去我们老是抱怨 iPhone 的讯号不够好嘛，那现在呢天线放到了这个最顶端，然后最没有遮挡的一个地方，那理论上呢讯号呢也会来得更好。所以这个相机岛的设计呢好处其实还真的是不少的，有了新的外观，然后更耐摔了，信号呢还比之前变好了。其实呢还有可能有第4个好处。
那这就要说到第4大看点了，也是所有的摄影摄像的爱好者最关心的长焦距的镜头呢，这次终于要升级了。过去2年 iPhone 的长焦镜头吧，都是那个1200万像素的5倍光学变焦，真的就是及格就好的一个配备了。而隔壁家的三星和 Google 早就已经是4800万像素级别的了，那个细节差距啊真的是有差的。但今年呢，这个狼呢真的要来了。郭明奇一直就在强调 iPhone 17 Pro 的长焦镜头呢，终于要升级成4800万像素了。简单说呢，就是你可以拉远了拍远处的东西，画质呢就会比之前清晰非常非常多了。而且因为它这个像素足够高嘛，就算是只有5倍的光学变焦，也能轻松的裁切出高画质的8至10倍的一个就是变焦的效果了。那这一下呢 ，iPhone 在这个相机的硬体上呢，总算能跟这个三星还有 Google 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不过我猜呢，这个 Pro 和 Pro Max 的长焦规格呢，很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还记得我刚才说，就是相机岛有第4个好处吗？你看呀，就是这个长焦镜头和闪光灯之间呢，中间保留了这么一大块的空间。也许传说中的那个可变焦距的镜头呢，就会成为一个 iPhone 17 Pro Max 的独占的配备了，能够做到在5至8倍之间无缝的切换。毕竟苹果过去在这个相机上嘛，给这个 Pro Max 一些独占的配备呢，也是有过先例的。那这次呢，就看库克要怎么操刀了。接下来第5大看点呢，我跟你说呀，就是所有拿 iPhone 来拍片、拍 Vlog 做内容创作的朋友呀，你们的专场呢就要来了。苹果今年呢，很有可能就是终于要解锁一个传了很久的新功能，就是 8K 影片录制了。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就会说，我们的这个手机和电脑荧幕最多也就是 4K 嘛，那我为什么要拍这个 8K 嘛，还浪费一些空间，因为体积很大嘛。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拍影片的人来说呢，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福音了。同样呢，我就是用 8K 拍一个画面嘛，后期剪辑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随意的进行一个2倍的放大，然后画质呢仍然是超清晰的 4K 级别的画质，等于就是有了一个免费的2倍变焦，再加上一个虚拟滑轨的效果，就是可以通过后期来完成嘛。那这个创作的自由度呢就高太多了。然后还有就是 Vlog 创作者敲碗敲到快要破掉的那个新功能，就是双景录影了。就是你可以同时打开一个前镜头和一个后镜头，然后做一个就是画中画的效果嘛。虽然现在通过第三方的 APP 也是能够实现这种拍摄的，那如果苹果把它整合到原生自家的相机里面呢，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嘛。最后呢，就是终于要说到前镜头了。iPhone 的这个前镜头呢，也是过去6年一直在用的1200万像素的，那这个真的是让人受够了。但今年呢，传闻这个iPhone 17的全系列前置的相机呢，都要升级成2400万像素了。那自拍和视讯的效果呢，肯定会好上一大截的。虽然比不上 Pixel 4200万像素那种怪物了，但是总算也超过了三星的 S25 Ultra 嘛，也算是有进步了。所以你看呀，这个 8K 录影加上双景录影，再加上自拍镜头的大升级，那今年这个 iPhone 17 Pro 呢，对于影片创作者来说呢，绝对是近几年吧最大的一次升级了。片子呢，我们假设已经拍完了，那我们总是还要用这个荧幕来看一下我们拍的影片嘛。所以这第6大看点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正面的这块荧幕了。今年的重点呢，其实有2个，而且都是解决我们日常的痛点的问题了。第一就是这个亮度呢，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iPhone 的亮度呢，目前仍然是最大2000尼特嘛，那也是时候追上隔壁棚三星和 Google 的3000尼特的亮度了。第2个就是，也是我个人更期待的吧，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全新的抗反光、抗眩光的一个涂层。你想想呀，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大太阳底下吧，然后呢，你想要拿出手机来回一个讯息，结果屏幕嘛就是黑麻麻的一片，你只能看到就是自己这个油光满面的这个脸，那这个感觉就真的很差了，对吧？那如果今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荧幕的观感呢，绝对会是提升一个大的档次的。OK， 现在外在的东西呢都聊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来聊第7个大的看点，就是 iPhone 的心脏，也就是它的性能的部分了。什么 A19 Pro 晶片呀，这个是肯定会有的，每年都是在例行的升级的，这个已经不是重点了。而真正的重头戏呢，今年是记忆体的升级。根据 Mark Gurman 的爆料吧，17 Pro 和 Pro Max 呢，很有可能会直接用上12GB 的记忆体。那为什么就是今年要升级这个记忆体呢？你想想看，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也就是苹果 AI 吧，现在才刚刚开始嘛，这个东西呢会占用大量的记忆体，那以后呢只会占用的越来越多的。那8GB 的记忆体呢，很有可能很快就不
足够了。而且记忆体的升级呢，其实还会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让你的手机呢更长寿。其实每次记忆体大升级的这个 iPhone 呢，后来都变成了用超久的钉子户嘛，像是什么 iPhone 6S 呀、iPhone 10S 呀，也包括 iPhone 12 Pro 和 iPhone 15 Pro 了。所以说呢，这个12GB 的记忆体的 iPhone 17 Pro 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绝对会是又一代的长寿机型。再强的晶片，如果没有好的散热的话呢，那其实也都是白搭嘛。所以这个第8大看点呢，就是所有玩游戏、拍影片的朋友等了 N 百年的一个配备了，那就是这个 VC 均热板散热。iPhone 的散热过去几年呀，我们都在说是练铁砂掌嘛，玩个游戏呢，你会觉得烫手，然后拍个影片嘛，那个亮度就降下去了，甚至是还会直接过热报警，然后当场就宕机了。那这个呢，真的是让人受够了。但是今年呢，根据郭明奇的报道吧，他也证实了，就是这个 iPhone 17 Pro 呢，会首次用上这个叫做 VC 均热板散热的技术。那这也就意味着 iPhone 终于要告别火龙果和烫手山芋这2个称号了，性能呢也可以更持久的去发挥了。现在有了这么多的新功能，然后性能呢又变得更强了，那大家肯定就会好奇了，这个电池还撑得住吗？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9大看点了，那就是电池续航。今年的 iPhone 17 Pro Max 呢，电池容量可能会首次突破5000毫安时。那这个数字呀，放在以前的 iPhone 上面是根本连想都不敢想的。那为什么今年就有可能会加到这么高的电池的容量呢？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有 iPhone 17 Air 这只手机呢，去主打那个轻薄的市场了嘛，所以这个 iPhone 17 Pro Max 呢，就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一把了，就把这个机身呢做的比以前稍微厚一点点，然后拿电池呢给它塞满，还有就是会给这个电池呢加一个金属的外壳，也能够帮助散热嘛。这项技术呢，过去只放在了那个16 Pro 里面，但是今年这个17 Pro Max 呢，也是会有的。不过这个17 Pro 的续航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太乐观了，可能它这个电池容量还不到4000毫安时。那如果你想要长续航的朋友呢，就还只能去选择那个17 Pro Max 了。另外就是反向的无线充电，这一点呢，可能也要来了。以后出门就是耳机 AirPods 没电了，拿手机拿出来给它临时充个电，这样呢用起来就方便很多了嘛。终于要来到我们第10大看点了，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也可能是大家最不想听到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涨价了。根据马尔哥们的分析，因为就是成本的上涨嘛，再加上就是这个关税带来的潜在的影响吧 ，Pro 系列的起步价呢很有可能会涨个$50。但是呢，苹果它这个算法呢是这样的，17 Pro 的起步价来到$1049的起步价，但是呢会取消原本的那个128GB 的版本，就直接给你标配一个256GB。你这么一算账的话，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涨了$50嘛，但是对于大部分购买256GB 的人来说呢，好像还便宜了$50，有没有？但是这个问题呢，它就又来了。那如果我是一个 iPhone 17 Pro Max 的用户，那我也跟着涨$50，然后存储一样是256GB 的话，那是不是就有点冤枉了？所以最后苹果会怎么来定这个价格呢？就要等到发表会的时候才能知道了。怎么样？看完了今天的影片，你是不是也觉得对这个 iPhone 17 Pro 还有就是17 Pro Max 吧，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了，就可以提前考虑一下要不要换机了。再过2周呢，也就是9月9日发表会呢就要来了。今年彼得森呢准备想要做一个直播，就和大家一起去看这个发表会，就当时我们一起来开一个趴好了。那直播当中呢，我会随机的抽取1位幸运观众，就直接免费送上一支 iPhone 17 Pro。那如果今年有推出这个 AirPods Pro 3的话呢，那我就再额外抽另一个幸运观众，就送他一副耳机好了。那这个是第一个活动。别忘了，我们其实还有另一个活动，就是25万订阅的 iPhone 17的抽奖的活动。你只要动动手指留个言，就有可能免费的获得一支 iPhone 17哦。那这2个活动呢是分开的，同时进行的。其实还有第3个活动了，就是一个会员的活动。你只要就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嘛，到时候呢就有可能会直接抽到一支 iPhone 17 Pro Max。那所有活动的详细的规则呢，我都会放在说明栏里面。每年这个 iPhone 发布呢，也算是咱们这个科技圈的一个大事了。那彼得森就借着这个机会来回馈一下大家吧，就当是感谢过去1年大家对我们这个频道的支持了。当然了，也要特别感谢一下突袭暗影传说赞助了本期影片。那下一期影片呢，我会带来 iPhone 17 Air 的主要的看点。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款全新的手机到底是什么样，那你就记得留意一下下期视频。好了，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